了，各位，那现在已经接近劳动节了，5月1号嘛。那今天还不是，我就先提前半天下班。那这几天呢，会在宜兰就是度过。我在那边找了一间青年旅馆，这几天去走一走。那就出发喽。果然不出所料啊，刚开始没有开多久就遇上塞车了。现在要上国道1号呢，这边就堵住了啊。那一样是个下雨的状况啊。现在外面的温度呢还是比较低的，现在是21度。回到宜兰啊，那么真是一片苍茫啊！我真的是雨神啊！我每次出来呢，就是都下雨。那这边是一个青年旅馆啊。那进去的巷口之后呢，是没有地方停车了，所以就是稍微开出来一点点，停在这个路边啊。好，现在进到这个床铺这边来了。这个灵感民宿坐落在一个这么清幽的巷子里啊，这旁边就是一条小河。本来是在巷口里面看了一家牛肉面店，但是实在没有办法停车啊，绕一绕就绕到这边来了。我就在附近的停车场停车啦。今天晚上的晚餐，这一碗是牛三宝。然后我点了一个花椒川辣红凤梨汤，跟它比较一下我们在这个大陆吃的兰州拉面好了，但是这分量其实确实不是很多哦。好，尝尝看味道怎么样，确实还蛮像的。上海吃的比较浓稠，这个稍微淡一点，还不错吃啊。但是这个并不便宜啊，因为我现在这样一碗就要270，上海的不用了。新地宾式的港式红豆冰，我是有点怕太甜，但是这刚刚好，蛮顺口的。这是罗东夜市，我也不记得我上次来是什么时候。这种很市井的气息。然后有一些商品啊，都是比较廉价的。罗东夜市啊，起源于早年罗东农业与林业发展的时期。最初呢，是围绕罗东中山公园的传统市集。60年代的时候呢，摊贩逐渐转换成了夜间营业，形成了夜市的雏形。那1990年代呢，经政府规划整顿，变成了动线集中、管理完善的观光夜市。来，出门去吃东西吧。我现在吃我等等呢要去走圣母古道。那现在这个国道5号啊，可以看到的这个山脉非常的漂亮，就在前方啊，层峦叠翠的。虽然天气不是太好，但是视线也不差。这边就到了五峰旗停车场，这是网络上人家说要进去走这个步道呢，都会先停在这里。这边我也有印象啊，就是多年前也有来过。刚刚这边的服务员说这边特别乱啊，因为其实这边刚刚出去的这2台呢，都是有亲子证的，也就是说空出来的是有亲子证的这个停车位。那像我这种小客车一个人进来的，目前还没有可以停车的地方。所以都混在一起，就会变得特别的乱。这边几年前有来过啊，那时候右边这一排应该算是温泉的饭店吧，那时候还在新建，现在都已经盖好了，看起来都蛮漂亮。这里也有一些感觉很有年代的饭店，还是房舍。这边是一个蓝沙坝，有一个可以戏水，然后跳石头的一个区域。
这边的告示其实不是非常清楚，有一些人想走瀑布，有一些人想走这个抹茶山，现场没有很明确的招牌。那我这边想走的是圣母步道，看起来似乎是先向前面走。也是马吉的里面那个小文哦。哦，小文哦。它有那个6。这边继续向上走，可以俯瞰整个平原的一个点。追剧当中啊，把握时间，大家不要学哈，这是不良示范。但这真的太有意思了，爬山从来没有这么好玩过，嘿嘿。这边就是圣母登山步道，然后它是天主教徒的朝圣之路，从这个通天桥登山口到终点的避难小屋，全长约1.6公里，海拔的落差有500公尺，是一条陡升的登山步道。往返大概3个小时啊，步道可以见到低海拔的溪谷的森林，迎风坡的风冲矮林。哇，还有几百公尺，真的全部都是阶梯啊！而且雾也很大，地板也很湿滑。这种受强风冲击有改变结构跟外形的森林，叫做风冲矮林。再撑一下，其实这边早就没有办法看剧了，因为地形啊上上下下的，没有办法再注视萤幕了。哎呀，我本来只是想来这边稍微踏青一下，真的没有想到要跑这么多路。上面已经有人声传出来了，这样子我有一点记忆了。多年前来，确实也是有停在这个广场，但是那时候是大晴天。避难小屋前身是天主教灵医会意大利籍的巴瑞士修士，在1979年为了这个方便山友休憩而搭建的。这个避难小屋里面啊，非常多人在这边休息聊天，那也有很多人在这边吃东西。其实我也很饿，但是我没有想到要带东西上来吃。这边是一个观景台，跟我记忆中相比，感觉这边小了许多。记忆错误。这里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南洋平原。哇，这边风势这么强，它就立在这里。前方这边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抹茶山。现在是只有这样子，往下走吧。这要是没有穿外套上来呀，应该就感冒了。而且要上来的朋友建议都是要带登山杖。前方有外国人，这边写了一些祝福的词语。来这里还是准备一下登山杖，然后比较防滑的鞋子吧，不然像这么湿滑，真的还蛮危险的，特别是下山的时候。好了，那现在已经穿越了这个步道的入口，现在要往停车场走。这边就是一路平坦啦。那呢，我就要打开 Netflix 继续追剧了。其实它整个圣母山庄的这个登山步道啊，是从通天桥之后开始计算的，就是那边到圣母山庄，那以通天桥为一个步道的起点，那往上爬是1.6公里。那我现在回到现在位置这边来啊，是从通天桥过来的。
这边大约也走了1.9公里。那这一段应该不算是圣母登山步道，它有一些奇怪的算法，我看到一些奇怪的告示。我早上8点5分进去，现在结账是下午4点22，这样子只要停车费50块钱，太便宜了吧？哇，罗东夜市这么多人啊，整个人潮都塞住了，可能是因为连假吧。我还是想找个有位置的地方可以坐着吃东西。最后我还是选择离开了罗东夜市，人实在太多了，想要点个东西吃都跟我说要等半个小时。把一要做套餐的套餐没问题，饮料的有雷杯红一刀，红一种嘛，好了解。对啊，对，我帮你点国宝茶。国宝茶。这是咸蛋黄鸭肉面，油脂刚好，蛮适中的，很好吃哎。要回去了，还是遇上了这个火车要过铁路平交道。似乎在宜兰市区，这个火车经过的状况还蛮普遍的。昨天等了应该有7、8分钟，在这个宜兰市区还是觉得比较热闹一点。它也有很多小吃店啊，一些饮食店，但总觉得不如上一次去三星乡的时候，那个夜间啊，开车行驶在这个大桥上面这么的悠闲跟惬意，跟这么的浪漫。可能是因为这边人还是多了吧。今天终于转了个大晴天啊！早上稍微查了一下，想说去一下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好了。然后我看了一下网页上的介绍啊，他说往南边开的这个朝阳社区很有小渔村的风貌，是现在很好的观光的一个地方。那反正也没有其他计划，我就往那边开，开过去大概要45分钟。虽然有时候听别人说，一个人旅行的坏处就是你遇到了什么好玩好吃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没有人可以分享。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问题啊，现在社群网络这么的发达，每个人都一只手机，每个人都有 LINE， 你想要分享什么给你的朋友，不是都非常快速吗？而且一个人旅行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像我的个性啊，我不是很喜欢把旅行的时候的每一天啊，要去哪里都排得死死的。我喜欢就是大概定一个方向就好，甚至有时候连一个大方向都没有，我想干嘛就干嘛，这样子不是非常轻松。这边要开8公里，远方就是崇山峻岭，左边就是南澳车站了。我先找个地方停车吧。南澳车站建于1970年代。当时啊，苏花公路尚未完善，这里呢就是南澳对外的重要的交通据点。南澳乡它位于这个宜兰的最南端，是一个被山跟海包围的淳朴的乡镇。这里有很丰富的泰雅族文化，也是宜兰少数保有原乡生活样貌的地方。那早期交通不便啊，反而让自然的环境保存得很好，像是这个南澳溪、神秘海滩都相当的原始清澈。整体的氛围是很安静悠闲的。哇，一早就在唱歌啊！有时候在网络上搜寻一些资料，找一些景点或者是地区，但是实际走访一遍之后呢，也就那个样子吧，好像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新奇的地方。这可能是因为它放在网页上吧，多少会需要一些宣传跟行销吧，所以会写的比较看起来有趣一点。这是乡村之恋，我不常吃这种东西，我通常喜欢吃早餐店的汉堡，还不错，热腾腾。这是火腿，然后里面有夹 cheese，
蛮特别的。哦，好，谢谢。这个有加啦。位于宜兰最南端三面环山、东临太平洋的朝阳小镇，在100年前的大南澳开垦计划时，吸引大批闽鹤族群在这边落地生活。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让朝阳保有一份远尘嚣的闲适，也孕育出丰富的天然资源。好，然后2019年的时候，朝阳小铺在渔港旁边诞生了由社区的发展协会自主经营了许多的农产品，然后各个环节都由在地居民一手包办。那小铺的收入因缘用于回馈在地的长者跟幼童，他们的关怀、照顾跟教育资源。冰美式，好喝。好，朝阳步道全长2.2公里，单向步行的时间大概是90分钟。怎么这几次出来健行走的都是阶梯？这边就看到了0K 加100，这样写也是不错啦，总比看到2.2K 减100来得舒服。毕竟是有挺进100公尺。这个步道海拔182公尺，因为步道呢东临花东海岸，常年受到强劲海风的影响，气候很湿润，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原分布在台湾中低海拔的樟竹阔叶林。乌石鼻是台湾罕有的狭长海岬地形景观，位于东澳溪口和南澳溪口之间，有向东突出的鼻状外形。1994年1月10号，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公告，成为乌石鼻海岸的自然保留区，主要保护对象为海岸林和特殊地景，总面积呢是347公顷。此处是远眺乌石鼻海岸地的最佳地点。果然景点还是要在比较没有什么人烟的地方，才会感觉到那种宁静啊。这边再走100公尺会有一个观海平台，走过去看一下好了。这边是龟山顶，视野很良好，大南澳平原可以尽收眼底。前面面临太平洋，可以掌控海面的动态、船只的进出，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的确是可以看海啊，但是景致感觉就没有那么多样跟丰富。往右边这边可以看到一些远处的风景。我没有想到这边有一个三角点，这边是龟山之顶。这边往朝阳社区是800公尺，往建国路的出口是1300公尺。那我就往建国路出口那边走。刚刚那个三角点应该就是最高的地方了吧？现在这边看起来就是往下走，所以刚刚那边应该才能看到一些海景。我一个人走这种比较没有什么人在走的步道的经验其实不多，不像网络上有一些大神啊。我记得上一次这么做是在4国旅游的时候，那时候去找一个4国北端的一个地点，然后 Google 导航就给我导一些都没有人走的地方，那时候就走了，就是有一点探险的感觉。不过那个影片我还没有剪，4国旅游剪到后来就是比较懒了，应该找个时间再去把它做一个 finish。这边剩下几百公尺，刚刚有一点用小跑步的，一路上都没有其他游客啊。哦，这边往远看可以看到平地了。下面已经出现平房了。啊，这边是出口，有一张告示啊。我刚刚是从左边的步道入口这样子上去，到了观景平台，然后走往建国路口的这一条下去，然后到这里来。现在的位置是在这里。那再走朝阳路回去，大概是1公里左右。出口的这些房舍啊，有一些彩绘的设计跟涂鸦。我现在走的这一条小路叫做建国路。
我听这个建国路感觉好像非常大条，结果它的宽度竟然这么窄。那等一下建国路呢，就要接朝阳路。哇，这个乡间看起来好像日本的乡下。前面一列火车经过，特别的悠闲，让我想到一个人在日本独旅的时候，真漂亮。朝阳路这边看到一个浪速计划，由茶籽堂、新展银行跟 A Life 好像一起合作的吧。它里面有，乍看之下有个 co-working space。这样子走在路上啊，这个朝阳社区走一走，感觉就出来了，有一种在偶像剧里面的感觉。街道虽然是旧，但是还蛮干净的。这是吃海产的吧？有点像那个高雄旗津那边的一些餐厅。我一个人实在是不好进去，这应该是大家一起来。真想来这边搞一个小平房，搞一个小工作室，搞一个这个避暑山庄，可以在这边看书、画画、写写字之类的。以后退休，决定就这么办。前方这边有个土地公庙。所以啊，我刚刚从左边这边进去的，我等于翻了一个山头，翻到右边那边去，很右边，然后再走回来，有趣。休息一下，然后就要去吃。哎呀，哎呀！前面这边叫我凑一下，那我就进来凑一下吧。没有位置啊，稍微等一下。正当外面的世界是这么嘈杂的时候，我选择了追我的剧，遁入自己的世界，真正的凑。它里面当然是有一些泡面、青菜、沙爹牛肉，然后在左边这边有一杯港式鸳鸯，这是另外点，尝一下啊。浓浓的沙爹，汤水的比例刚刚好，让这个泡面呢不会太软 ，Q 度刚刚好，酱汁咸甜适中，青菜的部分综合一下肉类，芝麻辣油。加了几滴下去之后，香气就又更彰显出来了。炒蛋比较凉的，这算是副餐吧。但下面真的是一层厚厚的咖啡，是我印象中的这个鸳鸯奶茶。好像来了一趟香港，待了好一阵子啊，现在才感到真正的 chill。这边也有一点累了，所以就先回这个宿舍整理一下好了，顺便上个步嘛。趁现在旅客都还没有在宿舍的时候呢，我先去洗个澡，就不用跟人家抢浴室了。把握假期的最后一天，应该说假期的倒数第2天，有一点崎岖的铁桥，这旁边的栏杆都已经变形了。这是16分郡自行车道，说着说着，前方就来一台自行车了。好，谢谢。今天撞到不要慌，等一下转一个包不管。本来是想去85度去喝咖啡的，结果在附近走一走、散散步，又找到了这个不错的地方。这是地中海餐，然后这边是鲑鱼，这边有凤梨、有鲑鱼、有马铃薯、有花椰菜，然后有苹果，还有青椒，冰的水果茶。
是马铃薯，应该是撒橄榄油，不错，慢慢来吧。晚上时间还长得很。那现在要走回 hostel 了。哇，这边只有虫鸣鸟叫的声音了，好安静啊。那么现在是礼拜天的早上，大概才不到5点半的时间，我已经从这个旅社 check out 出来了。今天呢，回台北的高承载的时间是从下午1点开始，所以其实我一点都不急啊。但是我想说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行程跟计划了。好吧，那么就先这样子了，大家下次见，拜拜啦。哇，好像山水画的感觉，雾成这样子啊。有看到马前方。